陆医生好。陆医生好。你好。这陆神医又救了哪个大人物呀？是啊。陆医生，赵总，哎，快请起。陆医生，困扰我父亲10年的腿疾，你3副药就治好了。今天特地来感谢你。哎，这是医者本分，您不用客气。天啊，这么多钱！好多钱呐！陆医生，这是500万，一点心意，请您务必收下。没有您，我父亲余生还得在轮椅上度过。赵总，出诊费1块钱我已经收过了，这些钱我可不能要。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，我不能坏了我们中医堂的名分。也罢，陆医生高风亮节，我也不好勉强。下午我父亲疗养回来，还需要您费心再治疗一次。放心，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家父再服1次药，施1次针便可痊愈了，对吧？有陆医生真是我们的福气啊，可以让我们看得起病，看得好病。就是太好了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取代你，成为这些达官显贵的座上宾。陆医生，温总，电话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是不会离开中医堂的。陆医生，据我所知，你每月薪资只有2800，从未涨过，就连扫地阿姨的工资都比你高。只要你肯加入仁心堂，年薪1000万，立刻签合同。温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中医堂是我10年的心血，我不会离开的。温总，请回吧。哎，陆医生，陆毅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让我这个老板等了你整整5分钟，消极怠工就算了，还把病人交给其他人，真是越来越过分。我没有消极怠工，药方我都开好了，照单子抓药就行。你只是写了个单子，其他工作什么都不管，病人都交给顾丽，你这种态度根本不配当主治医生。清然，你什么意思？从今往后，都由顾丽担任主治医生，你负责抓药。什么？他来当主治医生，我来抓药？陆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一心只想巴结首富，其他病人来看病都是顾丽忙前忙后，仗着自己的资历深欺压他。以后你都不用管了，让顾丽好好展示展示自己的能力。你让他展示能力？他来2年了，扎针都找不准穴位。一会儿赵首富要来，是最后一针。如果出了什么岔子，我们中医堂可是会要关门倒闭的。这个责任他负得起吗？你危言耸听吓唬谁呢？不就是失针吗？顾丽比你强多了，别以为中医堂离了你就赚不了了。王清然，你真以为中医堂发展到今天，约号排到半年以后靠的是谁啊？当然是顾丽啊！陆毅的医术早就过时了，人家顾丽可是海外留学的高材生，态度好又能干，一定能带着中医馆与时俱进的。好，你确定让一个2年没学会扎针的人带领医馆是吧？够了，陆毅，你不就是仗着自己资历深搞职场霸凌那一套吗？我告诉你，主治医生这个位置，能力者居之。欣然姐，你就别怪陆哥了，我来的时间比较短，虽然说我能力比较高超，但是陆医生他资历深啊，我又怎么能和他争主治医生的位置呢？顾丽，你陆毅，你欺负他干什么？顾丽，别怕，我给你撑腰，以后中医馆就靠你了。陆毅，我们一定要把中医馆办好，时刻牢记医者本分，不能忘了初心。
只要有我的医术在，我一定要让病人花最少的钱看好病。但是你也要保重身体啊，哪有人没日没夜拿自己的身体练习扎针的？哎呀，没事的，放心。来，青梅竹马，又一起打拼10年，这10年来我呕心沥血，是没夜的研究药物，练习扎针，让中医堂有现在的规模，却比不过一个来了不久只会拍马屁的草包。行，你让他来当主治医生，那我总行了吧？站住！你走可以，但是得先把账算清楚。什么？什么？陆毅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个月光义诊就高达200人，其中有多半药都是半价出售的。中医堂开设之时，我们就说好了，我的股份利益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人用。光是给孤寡老人免费送药义诊，账面亏损就将近100万。顾立可都告诉你，有好几种药材都是你亲自去采买的，从来都不让别人插手。陆医生，你也别怪我。你买的那些药材虽然说看着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一报上去就显得特别高，所以我就和欣然姐说了一下。说我靠采购吃回扣，中饱私囊。顾立，你可真是个白眼狼！我手把手教你学医术，你整日懒散疏于练习，现在还泼我脏水！欣然姐，你看陆哥的情绪这么激动，他该不会是真……陆毅，你干什么？难道是被我们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？对他吼什么？我采购的每一批药材都有正规票据，你们可以去查呀。票据？那也有可能是假的吧？现在网上什么假都没有。顾立，你胡说什么？够了，你被开除了，马上滚！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每个月给你工资还不够花吗？还敢吃回扣？好，当初开设中医堂是你求我来的，10年了，1个月2800的工资我从无怨言，现在你竟然这么对我！一会儿赵天一带赵首富来做康复。既然你这么相信顾立，如果出了什么错误，你可别来求我。切！装模作样，还想让我求你？顾立，以后中医馆就靠你了。一会儿赵天一来，你可要好好表现，狠狠打那个陆毅的脸。欣然姐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让病人失望的。陆医生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文总，我决定了，答应你加入仁心堂。真的吗？那我现在过去接你。这是我们的第1面锦旗，合影一下，纪念我们中医馆越来越好吧。10年的陪伴，不如几句挑拨。王清然，从此我们分道扬镳，后会无期。老板娘，你们那个顾医生开的什么药啊？昨天我们刚吃完，上吐下泻一整夜。我们也是。你们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对，必须给个说法。这不可能啊！是不是您自己没有忌口啊？意思是我们讹你呗？不。要是陆医生在这儿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就是啊，陆医生呢？陆医生呢？您看，再给您免费看诊，另外药也不要钱，直到您康复为止。切，庸医能看的好吗？爸，这就是给您治腿开方子的医馆。哎，这不是赵首富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哎，别走，我们这儿还没解决呢。哎呦，我们的问题还没解决呢。哎，不是孙子，我徐总，看看都成什么样了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走开！哎，一点点意外，赵首富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，您这边请。二位先休息，我先去看看药。爸，你怎么看起来有点紧张啊？一想起来今天过后我能站起来，又激动，我又害怕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陆医生的医术方圆百里，谁人不知啊？您啊，肯定能站起来的。陆毅他不就是仗着比我先认识赵首富，我用这个方子一样能熬出来。啊！这顾丽根本就是个草包，药力一窍不通，这里面竟然多了2味对身体负担极大的药材，赵首富一旦喝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等等，这药不能端过去，这药不能端过去。陆毅，你发什么疯？顾丽，这药不对，多了2味容易引发气血逆行的药材，一旦赵首富喝下，就会出事，到时候整个中医堂都会受到牵连。陆毅，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你给赵首富开的药方都被我拿走了，居然还想骗我！等我攀上赵首富，有你受！你已经被扫地出门了，而我才是现在的主治医师。欣然姐的心也在我身上，你就不要再赖在这当小丑了吧？啊？药好了吗？陆医生，我不该抢你主治医师的位置的，别打我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顾丽，你没事吧？陆毅，你就见不得顾丽比你强，你就见不得顾丽比你强。欣然姐，你别怪陆哥，他也是不小心的。我伤的不重，我不耽误给别人看病的。就是刚才陆哥来这，不让我给赵首富端药，他怪我抢了他的位置，而且还逼我故意得罪赵首富。陆毅，给顾丽道歉。王清然，顾丽说什么你都相信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这碗药赵首富喝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是在救中医堂。陆毅，你还在狡辩？你以为我没看见吗？我一来就看到你把顾丽打在了地上。欣然姐，我知道陆哥看不惯我，只是我没想到他会趁机想要搞垮中医堂。要不我还是走吧，我把这个位置还给他。别走，要走也是这个废物。顾丽，你也太会装了吧！陆毅，是你的心太脏了，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，恶不恶心？王清然，在你心里，我陆毅就是这样的人吗？刚才明明他自己说的。陆毅，我亲眼看到了，你还在狡辩。我先去把药拿给赵首富。陆毅，你有多远滚多远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，否则我就报警告你故意伤害。好，如果赵首富喝下这碗药出了问题，你可千万别来找我。你可千万别来找我。陆毅，我知道你不服气，可是我才是现在的主治医师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断脊之犬，无能隐隐狂吠罢了。还有，你的青梅竹马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顾丽，赵首富马上就会喝下那碗药，你这个年恐怕过不安生。赵总，您父亲的药好了。来吧，我喂你。喝了这个药就能走路了。
爸，感觉身体舒服不少。那我扶您站起来试试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爸，你说句话。王老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这药有问题。我误会啊，都是按照药方抓的药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放屁！我爸都成这样了，还没有问题。去，把陆毅给我叫来。爸今天要是有个3长2短，让你整个中医草陪葬。好，我马上去叫陆毅。陆毅呢？把他给我叫过来。王总，陆医生刚才走了，说自己已经辞职了。什么？陆毅走了？什么？陆毅走了？够了！你被开除了，马上滚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也只是说说气话。中医堂是他的心血，他怎么可能舍得离开？这可怎么办？赵总大怒，陆毅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王总，陆医生在外面。陆毅，你这个混蛋，竟然敢拿离职威胁我！陆毅，又怎么了？药有问题，赵总现在很生气。你现在立马回去解释，说药方是你开的，跟中医堂没有任何关系。王清忍，你脑子没病吗？那药方是我开的吗？出了事让我去道歉。对不起，清然姐，药方确实是陆哥给我的，要是我检查一下就好了，也不至于赵首富出事连累了中医堂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陆哥真的……要不还是我去道歉吧，毕竟药确实是我熬出来的。顾丽，这事儿不怪你，要怪就怪陆毅心思歹毒，故意陷害。该道歉的是他。陆毅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现在就立马去道歉。陆毅，药方是你开的，就应该由你来承担赵总的怒火，而不是让顾丽替你背锅。王清忍，为了顾丽，你连脸都不要了是吧？好，让我道歉。妈的，带我爸看个病，结果病越治越严重，找个医生还磨磨唧唧的。我先带我爸看病，你们几个把这个店给我砸了。是。等一下，陆医生。陆毅，现在赶紧给赵首富道歉。陆医生，以前你给我爸看病，每次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，可现在我爸就成了这个样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清忍，我真没想到你能为了一个草民陷害我。赵总，您父亲吃的药有问题，这样，先给您父亲看病要紧，别的待会儿再给你解释。跟我来。陆医生的手法真是出神入化啊！那是，我看没个10年8年是学不会的。好了，赵首富没事了，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醒过来了。陆医生，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呀！赵总，刚刚一切都是个小插曲，我们中医堂的医生啊，还是很专业的。是吗，陆医生？我刚才贴我爸的药好像有问题似的。赵总，您有所不知，您父亲今天开的药不是我开的，是他故意。陆毅，你把老子当小白鼠啊！赵总，我是按照陆医生的方式煎药的，和我可没关系。
药方在我这儿，你看。陆医生，你看看药方。这药方不是我写给赵首富。你偷别人药方还有理了，现在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栽赃陷害陆医生，你配当医生吗？赵总，您误会了，您看看，这确确实实是陆医生的字迹啊。赵总，您别被陆一萌骗了，他最了解赵首富的病情，肯定是他对药方做了手脚。陆医生，你看，这是我写的没错。赵总，你看，陆毅都承认了，这就是他的字迹，跟我可没关系，我只是负责抓药的。是啊，赵总，您就应该动用一切资源，让他身败名裂，在海城无立足之地。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，不敢。陆医生，以您的为人，绝不可能害我父亲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赵首富的治疗我毫无保留，不过这份药方是我写给赵老先生的，而不是给赵首富的。可但凡顾医生懂点药理的鲁班，赵首富的病好啊，原来是你们想通过我算计陆医生，我还纳闷儿，我父亲怎么突然变成这样子了？现在看来，他所受的罪都是你害的。陆一，你快救救顾丽啊！凭什么要给他求情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耍小孩子脾气？顾丽今天要有什么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你这个蠢货也配当主治医生啊！我看没了陆医生的中医堂，迟早会在海城出名。还有你，一个草包，你当成宝啊，简直有眼无珠啊！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让中医堂在海城出名。赵总，算了，这些事情都过去了，反正我也要离开中医堂了。陆医生，他们这么对你，陆一，你以前心里都是中医堂，你去给赵总求求情，他肯定会放过我们中医堂的。你凭什么以为我还会在乎中医堂？难道你不要你的股份了吗？不要了！你怎么这么无情？宁愿放弃你的股份，也不肯替我求情。我无情？你为了顾丽一次次伤害我的时候，难道都忘了吗？你别不知好歹了，我都放下姿态来求你了，到底还要怎样？汪清然，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这个蠢货竟然为了一个草包劫走了陆医生这个神医啊！亏陆医生刚才还替你们求情了。赵总，您这话的意思是愿意放过我们中医堂了？顾丽，快谢谢赵总。谢谢赵总。谁说我要放过他？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想让我放过这种栽赃嫁祸的庸医，那得看陆医生答不答应。陆哥，只要你肯放过中医堂，不再为难千然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陆一，你想让顾丽给你下跪？别做梦了！我还没走呢，就想欺负我赵家的救命恩人，你们也太胆大了吧！别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况且让顾丽跪陆一，他都不怕折寿吗？跪下！跪下！我赵天一最看不起的就是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孬种。这种混乱的药堂不待也罢。陆医生，我认识几家医院，可以帮你引荐引荐。赵总，多谢了。不过我已经答应了温总，明天要去仁心堂当主治医生。好，以后你去哪儿，我就推荐人去哪儿。什么破医馆，庸医害人，垃圾，再也不来了。呸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老板，今天咱们的客人全部要求赔偿医疗费，咱们损失惨重啊！陆一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中医堂的名声都被你给毁了，必须赔偿！必须赔偿！顾丽开错了药，病人有意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王清然，我以后再也不是中医堂的员工了，以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跟我无关。再见。你吓唬谁呢？今天的损失已经够多了，你该适可而止。再说了，离开了中医堂，谁还会收留你？陆毅，我来接你啊。期待与您合作。我也是。温雅，你竟然敢当众我的面挖我们中医堂的人！陆医生医术高明，多少医馆都抢着要。当然，我也得感谢你把他赶出来，否则我也请不到这样的生意。陆医生，我们走吧。陆毅，你真的要离开吗？不，你不会离开的，因为中医堂付出那么多，怎么可能轻易离开？这不会是你想挽留我的手段吧？碍眼的人终于走了，现在轮到我大施拳脚了。明天的病人可怎么办啊？千然姐，之前是我没有好好检查药方，被陆毅钻了空子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病人失望的。顾丽，还好有你，可以撑起中医堂。千然姐，那我先去检查药方了。陆毅，我倒要看看你能闹到什么时候，别过2天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又自己灰溜溜的跑回来了。陆医生，自从我爸去世之后，仁心堂便无人打理，这也是我爸多年的心血，我不希望就毁在我手里了。温总，既然您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用毕生所学帮你重振仁心堂。陆医生，你的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只不过仁心堂这样，跟从头开始没什么两样。在这期间，我不想你有太多的压力，也不想着能赚多少钱，我只希望你能做你想做的事。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仁心堂必定超过中医堂。那我也得有所表示才行。仁心堂所有的利润都归你支配，也包括我。温总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陆医生，我们认识也有10年了，你的为人我非常清楚。其实我的心里一直有你。温总，我逗你的了，别不自在了。那我去看看病人情况。陆毅，王清然不知道珍惜你，有他后悔的时候，今后就换我守护你吧。怎么又有几个病人说药有问题，把药退了？这一退不仅损失惨重，可是我们积攒多年的名誉就要毁于一旦啊！清然姐，我保证这次药方肯定没有问题。可是这接二连三的事情，怕是有人在背后捣鬼吧？陆毅，一定是他，这么做不就是想逼我跟他道歉吗？真是令人作呕。您好，您挂号了吗？挂了。那您这边先休息一下，稍后我们医生会叫您。来，爸，这家医院真的靠谱吗？佳佳这还怀着孕，别出什么事了。要不咱们找个大医院？哎呀，宋阳，这家医馆的陆医生被称为神医，很多达官显贵都争相请他看病，都不一定排得上号。这佳佳呢，让他看肯定没问题。况且佳佳现在感冒，也不能吃西药，对胎儿不好。
陆医生呢，一定有办法。宋阳，爸这么信这个陆医生，就听爸的吧。好，安佳佳，进诊室。哎。医生，快给我女儿看看。药在这儿，自己喝。我们不想吃药，能不能只扎一针？主治医生的话都不听，能喝不喝就出去，病也别看了。哎，你这医生怎么说话？宋师手，出了点急事，需要您过来一下。啊，爸，佳佳，我去处理点事，一会儿回来。好，素阳你去吧，佳佳这儿有我呢。嗯，好。还不是我说你们到底喝不喝呀？不能喝就出去，外面那么多人排队呢。一身穷酸药，事还挺多。你这医生怎么说话呢？居然把病人分成3、6、9等，能喝就喝，不能喝就滚。你不对呀，这神医脾气怎么和老朋友说的不一样？算了，只要佳佳和孩子健康就行。爸，这医生靠谱吗？你张叔推荐的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爸，我也希望宝宝能健健康康的和我们见面。好，来，佳佳，我们喝药。谢谢医生啊。哎，佳佳，哎，孩子，医生，快来看看，我女儿这是怎么了？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你看，她刚喝完药就肚子不舒服了。啊，没事儿，这就是喝完药的正常反应。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，这孩子要是保不住了，可别赖我啊！这证明你们跟这孩子无缘。混账！你怎么说话的？行了，喝完药赶紧出去，后面那么多人排队呢。走，佳佳，我们走。哎，老板，你们这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换医生了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女儿来的时候好好的。喝了你们医馆医生开的药之后，肚子就开始不舒服。我看你们这里就是黑心医馆。老先生，你女儿疼得这么突然，说不定是她自身胎相不稳，跟我们医院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是普通感冒，现在被你们害得都要流产了。你们这的医生怕是连药理都不懂吧？这药刚喝上，说不定还没起作用呢。你先坐下来休息一下，看看情况。这到底开的是什么药？怎么价格越来越贵了，病也越治越严重？老板，我看你这地方不是治病，明明就是在谋财害命。对，我们是冲着之前的医生才来的。对，赔钱！大家都先别着急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什么？你看看哪一个病人满意了？就是黑心医馆，就是黑心医馆。我们一起去举报投诉，查封这家黑店。这医生真神了，我头疼老毛病了，吃了他3副药就好了。是啊，这2天中医堂开的药越吃越严重，再也不去了。没想到这仁心堂却出了一位神医啊！不仅药便宜不少，效果还好。温老板，那位神医在哪儿呢？我家亲戚孩子最近挑食严重，我想给他排个号。哎，还有我，我丈母娘腿疼老毛病了，一到冬天更严重。我要找你们主治医生给她施针。好，我老婆也排个号。好，哎，我也排个号。好，大家稍等，我去叫他出来给大家登记病情。你没事吧？离开中医堂，我的选择是对的，还有人关心着我。啊，没事，降药烫伤很常见的，我都习惯了。以前王清人嫌这种地方脏，一次都没来过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现在是我们仁心堂的主心骨，你出意外了，我可舍不得。啊，
对了，有病人来找你看诊。走吧。是出事了吗？怎么会，陆大医生？是大家认可你，想让你给家里人也排号治病。不过很多都是老毛病，需要提前登记。啊，原来是陆医生啊，难怪病看得这么好。陆医生医德没话说，从不赚昧良心的钱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排好队，我们会依次给大家登记。过2天来药房取药就行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好，谢谢陆医生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陆毅，仁心堂能有今天的成绩，都是你的功劳。温总，你也太客气了吧？不过，怎么是玫瑰花呀？啊，小小去买花，花店老板说送男生就得送玫瑰花，这不也代表我们心意相通吗？不是你说要买玫瑰花吗？表示对陆医生的珍重。小小，你们老板娘真是喜欢陆医生。看来温老板想要表白啊，被你给戳穿了。收下吧，收下吧，陆医生，收下吧。算了，你还是别收了，我换个礼物吧。温雅，谢谢你，我还是第一次收到女生送的花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哇！以前是我识人不清，离开他，原来还有这么好的人值得我珍惜。走！哎，大家先别生气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的。解决什么？你们把人治成这样，人家孩子都快没了，你们拿什么去还？对，今天必须关门！关门！佳佳，等一会儿救护车来了，我们立马转院。老爷子，您先别走，您要是第一个走了，那我们这还得赔偿，名誉也不保了呀。哎呀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开医馆连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，居然让一个庸医坐诊来看病，你们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！老爷子，您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我现在就看着医生给您女儿煎药，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。煎药？这医生的药，我是一口也不敢再喝了。我一个女人开药馆也不容易啊，这位女士，你应该能理解我的吧？你不容易，我们还不容易呢。我原以为你们中医堂有神医，没想到竟然是神棍。神医肯定是冲着陆毅的医术来的。老爷子，您放心，我肯定会把神医给您请过来的。要是你真能请来神医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否则我女儿要出什么问题，我就……老爷子，您放心吧，这次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。顾丽，不好了，有好几位病人说我们的药有问题，现在要求赔偿，还要投诉查封医馆。怎么回事？我和陆毅开的药没有区别啊！外面有一位老先生，指明要见你这位神医，你先去看看吧。没了陆毅，终于有人能看出谁是真正的神医了。你先去后面施针，其他人我来安抚。好。大家跟我来啊，先往这边就坐一下。您先稍稍休息一下，神医马上就到。宋师手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找我老婆。老婆，你怎么样？宋阳啊，都怪爸，非要让你们到这家医馆来看病，害得佳佳险些流产。什么？流产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走后，佳佳喝了这里医生开的药，就开始腹痛，而这里的老板娘却说是我们自己的原因。她居然找了个连药理都不懂的庸医来给我们看病。王老板，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王老板，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没有，都是误会，我保证。什么？你要投诉我们？啊？你要求赔偿？喂，不好了，老板，昨天事情发生后，都是打电话过来投诉和要求赔偿的。什么？好啊，昨天就是这个庸医在这看病，到现在了还在说瞎话。我要发布声明，全市通报你们医馆，将这种庸医
彻底封杀。宋师手，您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医馆就全完了。你们做错了事，就该受到惩罚，就该这样。这种没良心的医馆早就该倒闭了。就是早该倒闭了，早该倒闭了，倒闭！赔钱吧你！没事吧？倒闭！赔钱吧你！大家再相信我最后一次，我保证能够让大家跟以前一样看好病的。看来只能去找陆毅了。陆毅这次应该闹够了吧？我亲自来找他，给足了他面子。仁心堂一直没有什么病人，陆毅那闲不住的性格，肯定待不住。我现在叫他回去，他经理肯定高兴坏了。哼！什么情况？这么多人，仁心堂什么时候生意这么好？陆毅呢？陆毅，店里都乱成一锅粥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谈恋爱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闹什么？陆毅，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这么多年，哪有一个女人给你送过一束花？还有你，温言，知道我要来，道具准备的这么充足，不就是想气我？你没事，我来解决。随你怎么想，这里是仁心堂，不是中医堂，没有人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行了，陆毅，不就是想让我给你个台阶下吗？只要你现在给我鞠躬道歉，我就大发慈悲让你回中医堂。我给你道歉？王清然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陆毅，你怎么能这么小心眼？不就是我让郭丽当主治医生吗？你至于闹了这么久？现在中医堂真的出现大麻烦了，你要是再耍小性子，损失可就挽回不了了。王清然，你搞清楚，我现在是仁心堂的主治医生，中医堂的事与我无关。你吵什么呢？啊，吵什么吵？再吵啊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啊！顾医生是吧？身为医生治坏病人，态度还敢这么恶劣？大家只不过要个公道，你还敢人身威胁？对，就是我们要个公道，我们要讨回公道，我们要公道，还我公道！我看你们一个个想要的不是公道，是想要钱吧？你们知不知道今天这个事情已经损坏了本店的名誉？你们今天必须赔偿本店10倍的营业额。凭什么？这人怎么这样？病也没有治好。病人吃了你的药越来越严重，你还反过来要病人赔偿，简直是倒反天罡！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敢在这狗叫！老子辛辛苦苦给你们治病，你们不懂得感恩也就算了，还敢在我的店里闹事！今天你们要是不赔这个钱，谁都别想从这里出去！这太过分了！小伙子，你医术不精，治出了这么多的医疗事故，大家要求赔偿是正常的。我可是主治医生，你敢质疑我？说吧，老东西，你想要多少钱？我今天就好好给你算算这笔账。你说话最好客气点。我就不客气，怎么着？这老东西是你爹呀？老头，我都说了，命里如果没有孙子的话，就不要强使。哎，大家看到了啊，是他先动手的。仗着这身衣服欺负老人算什么本事？你真有能耐，把大家的病看好啊！对呀，就是把我们的病治好呀！太过分了！我治你大爷呀！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叫他回去。陆毅，现在有一大堆病人在中医堂要控诉我们，我不让你给我道歉了，现在跟我回去。王清然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中医堂现在跟我没有关系了，请你马上离开。我都亲自来请你回去，给你台阶下了，你到底还要怎样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不知好歹？
你叫我回我就得回吗？王清然，我不是你的物件，你凭什么对我呼来喝去呢？陆毅，你别嘴硬了。钟一堂在你心里的地位这么高，我不信你舍得放下你10年积攒的心血。王老板，请你马上出去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陆毅，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钟一堂被毁吗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王清然，自私的是你，当初是你要赶走陆毅，现在需要他，又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要求他回去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你敢骂我？我骂你怎么了？陆毅他兢兢业业为钟一堂付出10年，现在你却因为别人的一句挑拨就伤害他。像你这种又当又立的老板，根本不配在这里叫嚣。我没资格，我跟陆毅青梅竹马这么多年，倒是你什么身份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？陆毅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么一个女人跟我作对吗？你跟我回去！青梅竹马又怎么样？陆毅他有选择的权利。现在我是他女朋友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他。女朋友？陆毅，你居然为了气我和这种人在一起，你故意的对不对？快说啊！一个你，一个钟离堂，你觉得我不为这点小事错过我人生最重要的人吗？什么？你们真在一起了？听清楚了吗，王老板？你现在还待在这里，就是在自讨没趣。温总，你的戏还挺足啊。不过我跟陆毅青梅竹马这么多年，可不是你能比的。陆毅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况且我这么做是为了他。他在你们这个小小的人心堂能有什么出息？只会限制他的未来。为我好，耽误我的未来。王清然，麻烦你搞清楚了，钟一堂能有今天，全靠我一个人。你别忘了，是你把我赶出去的，是你亲手断送了钟一堂的未来。怎么回事？陆毅难道真的要离开钟一堂？换句话说，我在哪里就有我能打造一个钟一堂，也能再扶起一个人心堂。陆毅，你确定你不回钟一堂了吗？钟一堂一倒，你的股份可就全没了，那可是你全部的心血，真舍得吗？我现在心里只有人心堂。王清然，我很忙，我还要继续煎药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陆毅，你忘了吗？你说过10年之后会娶我的。我当然记得。我们小医馆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陆毅，你好厉害！像你这种有实力又有才华的男生，应该会有很多爱慕者吧？没有。陆毅，我们定一个10年之约好不好？我会对你越来越好，到时候你娶我做你的新娘好不好？10年之约太久了吧，很多事情都会变的，到时候你可不一定还会这么想。那你看好了，我一定不会变心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娶我，不准耍赖。还以为我们能，终究是物是人非。够了，你被开除了，马上滚！陆毅，你就见不得顾里比你强。陆毅，给顾里道歉。原以为我们的感情很深厚，没想到会输给一个只会拍马屁的小白脸。陆毅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让顾里当主治医生，是因为他能干，而且又好学。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？王清然，我是不会娶你的。我们已经一刀两断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帮你解决任何麻烦。可以了，陆毅，不要再意气用事了。我知道你是在吃顾里的醋，但是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那边的病人可都等着你这个陆医生呢。哎呀，好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多关心你一下就是了。
黄清然，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就算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可能过去。好，好的很，陆毅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？忠义堂离了你，照样能赚，而且会比人心堂赚的更多。你们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大不了明天我只要顾力看自己擅长的病，我们的病人会比你们人心堂多得多。那就拭目以待。你先去忙吧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。好。温总，我敢打赌，我们忠义堂一定会碾压你们人心堂。你要是现在求我，还来得及，我会给你一个面子，别到时候输得太惨，后悔都来不及。我看，该后悔的人是你！你居然敢打我！你这个贱人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老板！你敢打我老板试试？你这个坏女人！陆医生辛辛苦苦的付出，就换来你这样的对待，赶紧滚！小熊，我报警了！利用陆医生的善良一次次欺负他，从今以后由我们替他撑腰，不允许你再欺负陆医生。这些病鬼疯了吗？以前可是求着来我们忠义堂看病，现在居然这样对我！滚出去！出去！快点！滚！出去！还不走？温雅，你得意什么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去你大爷！你怎么能打人？打了就打了，能怎么样？谁要是再敢让人投诉，下场比这更惨。你这个庸医，你知不知道你打的是谁？你把天都捅破了！老东西，敢说小爷我是庸医？我看你是找打！你真是太嚣张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你这巴掌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，谁要是再敢给我闹事，我保证打得他满地找牙。区一个医馆庸医，竟敢这样欺负人，我就不信没人能管得了你！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说我是谁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管你是谁，敢质疑我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安安分分的把我的药喝了。你敢动我？动你就动你了，能怎么着？好，我保证，你今天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你这还敢威胁我？也不看看这里是谁的地盘，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哎呀，我好怕呀！我就是喜欢你们这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今天你们要是不赔这个钱，就别想出这个门。居然还敢打人！报警！报警！把他抓起来！报警！好啊，报警就报警，是你们敲诈在先。就算是警察来了，跟我也没有关系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清然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不可能让他们讹你一分钱，必须让他们乖乖承担药房今天的损失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清然姐，你别怕，他们就是来碰瓷的，还诬陷我医术不精。我已经替你教训过了，就是一个老东西，是他带头的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清然姐，你怕什么呀？他们就是过来碰瓷的。这个老东西啊，不收拾就不知道学乖。还有这个混蛋，我也得好好教训一下。忠义堂毁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清然姐，你别怕，他们这都是碰瓷的，就算警察来了，也是他们理亏。我现在就帮你教训教训他。该打的是你，你个蠢货，知不知道他们是谁？他是谁啊？顾丽，真是瞎了狗眼。这位是海城大名鼎鼎的尸首宋尸首。他是宋尸首？清然姐，你快救救我！我不知道他是尸首，你帮我求求行。顾丽，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谁也帮不了你。
王清然，我是为了你才得罪他们的。你要是不帮我求情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滚开！害死我了！你个蠢货！如今我自身难保，哪有空管你啊？谁都救不了你，我今天非得亲自把你送进监狱。宋师叔，我错了，我永远不是泰山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放过我吧。真是该。哼，你做了这么多错事，就该承受今天的后果。儿子，我真该死，我该死！你放过我，你帮我求求情，好吗？你看在我救了你孙子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庸医，你还有脸说？看把我女儿治成什么样子了你！看把我女儿治成什么样子了你！这可怎么办呀？我老婆要是出了事，脱不了关系。您的妻子流了产，这可不能怪我呀，我都是按照陆毅的药方开的药。陆医生，你别胡搅蛮缠了。自始至终，我们接触过的医生只有你一个人。胡说！陆医生才不会给病人开错药。就是，陆医生医术精湛，要不是你们赶走他，中医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这些病人可能的陆医生才是我爸要找的神医？现在这个是冒牌货。对，我那老友说的那个神医就是陆医生，他根本不是。那现在这个陆医生身在何处？他现在在对面的仁心堂，我去请过他了，可是他不愿意。什么？就算陆毅回来也没有用，他的药方根本就不起作用。事已至此，只能让陆毅试试。要是陆毅治不好，就说他写的药方有问题，起码宋师手不会怪罪到顾里头上，说不定中医堂还保住了。我有让陆毅出手的办法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去找啊！青儿姐，你怎么还相信陆毅那个祸害？我没有今天这个样子，全都是因为他。我想到让陆毅替你背锅的方法了。王清然，你又回来干什么？有个孕妇快不行了，只有陆毅能救，快叫陆毅来帮忙。你们中医堂不是有顾虑吗？陆医生早就辞职了，现在是我们仁心堂的医生。再说了，凭什么让我们的医生给你们的医馆擦屁股？现在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再晚就一尸两命了。况且大家都是干医馆的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好，我现在去找陆毅。不用，他们正在来仁心堂的路上。孤立都治不好，更别提你陆毅了。要是治坏了尸首和他妻子，你们仁心堂也得跟着完蛋。黄清然来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又有什么事啊？这次情况不一样，中医堂那边顾医生把一个孕妇给医坏了，眼下只有你出手才能保住大人和孩子。我早就说过，顾丽就是个草包。现在病人在哪儿？据说马上到咱们仁心堂了。仁心堂为什么不直接叫我过去，反而还要大费周折的把生命垂危的病人转过来？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事不宜迟，走，先看看病人情况。温影，你得意不了多久，待会儿陆毅治不好病人，你仁心堂的下场一定会很惨。陆毅，宋氏手和他的妻子马上就到。你是陆医生？你好。经常听赵天一提起你，是你治好了他父亲的腿疾。他经常念叨你医术高超，是我们海城的神医，只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。你可给我妻子看看。来。陆医生，我妻子现在怎么样？孕妇这情况，都是因为顾丽那一晚错误的药方导致的。现在胎象十分的危险。
等你救治出现问题，你就和任心堂一起完蛋。陆医生，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妻子！陆医生，只要你能救好我女儿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老先生，作为医生，我一定会用尽全力救你女儿。只是现在操作难度有点大，我只有40%的把握。什么？40%把握？我女儿……宋师手，不瞒您说，上次就是他给赵首富开的药有问题，导致赵首富的病情越来越严重。对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不敢骗你。可是我听说赵首富的腿疾是一天比一天好，你们两个莫不是合起伙来栽赃陷害？宋师手，你有所不知，陆毅这个人非常奸诈。赵首富最后一次治疗，他就开始耍心机，导致病情加重。谁知道会不会对您的妻子使阴招呢？确实有听闻，赵首富后面病情加重，这陆毅之前也在中医堂，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，不能让佳佳冒险。宋阳，这佳佳不能耽误啊！你稍等，我确认一件事。天一老弟，是我，我现在在仁心堂，我想请问一下你父亲当时看病的情况。陆毅，你完了！好啊，你们两个竟然敢合起伙来骗我！陆医生，抱歉，没有第一时间相信你，只是担心我妻子的。我理解，放心，我一定会用全力救您妻子。来，你放松，不要害怕。好了，陆医生，我女儿她这是……肯定是被他治出问题了。宋师手，您一定可不能让她走啊！没错，先前就是因为他的药方，才导致您妻子差点流产。他的医术不可信。王清然，没想到病人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你居然还想骗我过来，替顾里背黑锅。陆医生，这真的有用吗？要是有用的话，早就该醒了。何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我可是主治医生，我都救不了，更何况他一个被赶走的陆毅。陆医生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的女儿，我的孙子……佳佳，你醒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老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安太太，你现在消耗了太多的心神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后面每天来施针一次，连续3天应该就没问题了。谢谢你，陆医生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快请起，快请起。陆医生，你救了我女儿和她腹内的孩子，以后但凡有用到我安家的，你尽管开口。老先生，严重了，治病救人是医者本分。可是有的人他就不懂这个道理。你们两个还真是无药可救，一个不好好提升自己的医术，另一个不好好经营自己的医馆，反而费尽心思勾陷他人。陆医生离开这里是对的。你就是顾离？我是。你涉嫌非法行医，强行索要赔偿，构成了敲诈勒索罪。非法行医是什么意思？他没有行医资格证。顾离，你个骗子！是你害了中医堂，你不会连学历都是假的吧？他连医学生都不是，是你太过相信他，强行塞进来要我教他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给过我机会吗？你相信我说的话吗？够了，你被开除了，马上滚！陆毅，你就见不得顾里比你强。是我害了周一，
还有你动手打人，这些寻衅滋事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哎，宋师长，救救我，我错了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进去啊！你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作为一个医生，罔顾他人性命，还妄想钻法律空子。你问问这些因为你的医术不敬而耽误病情的病人，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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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人渣一定要严查。请您放心，带走。青儿姐，你救救我，救我！我刚才生气了，说胡话的，青儿姐，青儿姐。这种人活该！你不是很嚣张吗？陆医生，原来你是被他们排挤走了。以后你在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看病。对，陆医生，就跟着陆医生。好，各位，你们拿好药，先回去休息吧。陆医生，那我们也就先走了。哎，注意休息，注意安全。陆毅，对不起，我错信了顾丽的话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回到以前一样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我们回不去了。你不会这么狠心的，对吗？我知道以前是我做错了，我以后加倍对你好，我不能没有你。王老板，请你自重。你既然做了这样的决定，你就应该承担这样的后果。陆毅，我们还有办法挽回，对吗？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从来都没恨过你，只是我没想到，你为了顾丽可以做那么多，是你的纵容，助长了他罔顾别人生命，违背了医者本心，也违背了我们的初心。王清然，我们就此别过，你也放过自己吧。王清然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最喜欢的人，请你不要再纠缠。嗯。